莫迪前腳剛完成剪彩揭幕，意氣風發發表長篇演講，細數自己執政10餘年間，印度機場從74座暴漲至166座，揚言要打造全球航空大國。後腳呢，政要团队剛坐車離場，安保防線稍微一鬆懈，整場典禮瞬間畫面180度大翻轉，鏡頭一轉，恢宏大氣的機场站前景觀噴泉，直接被周邊的民眾集體徵用，硬硬的改成了露天大眾浴场。大爺們褪去了長衫，赤腳踩進水池，孩兒們呢在水柱裡蹦跳嬉戲，潑水打鬧，老少爺們扎堆泡腳沖涼，舉着手機對着水花自拍留念，水花四濺，歡聲笑語，全然不顧這是耗資幾十億精心設計的城市蒙面水景。光泡澡還不夠盡興，機場外圍修剪整齊的綠化草坪，剛剛移栽完工的觀賞花卉綠植，被民眾當成了無人看管的免費花市。大家彎腰連根拔起盆栽，大把踩着鮮花，懷裡抱滿綠植，有的拎上摩托車，有的直接揣進布袋，邊走邊收穫战利品。精心布置的典禮景觀，短短幾個小時一片狼藉。原本光鮮氣派的國门機場，開幕首日徹底淪陷。噴泉澡堂對外開放，草坪綠植隨意進貨，高端國際空港硬硬的變成了鄉村夏日消暑樂園。這段實拍視頻席捲海外社交平台X、油管，全網刷屏，歐美、東南亞網友集體圍觀熱議。原本準備大肆宣揚政績的莫迪政府，一夜之間淪為全世界調侃的笑料。本期國際笑法，但凡看完你笑不出聲，不咂摸出一身冷汗，算我輸。話說最近印度總理莫迪老仙兒大筆一揮，帶着滿腔熱血跟对宏大叙事的無限憧憬，高調去剪彩安德拉邦嶄新的阿魯里西塔拉馬拉珠机場，簡稱 ASL 機場。原本這應該是一場寫進印度經濟史詩、閃耀着現代文明光輝的高端大戲。然而劇本他拿對了，但導演跟演員顯然沒有按套路出牌。咋回事呢？要知道，一國總理親自站台，舉國籌備數月，耗資折合人民幣足40多個億，占地2200英亩，对標國際一流標準打造的全新國際機場 ，LED 鉑金綠色建築認證加持，流線型飛魚造型航站樓，3800米超長准部跑道，規劃年客流量600萬人次，硬硬的被官方包裝成南亞崛起的里程碑，印度航空騰飛的門面地標。按理來說，揭幕儀式應當是燈光璀璨，政要雲集，精英穿梭，攝像機對準光潔大理石地面，媒體呢通篇讚頌基建宏圖，妥妥的載入國家發展宣傳史冊的高光時刻，对不对？可現實狠狠地給了所有人一記暴擊。很多人第一時間只看熱鬧，印度人素質堪憂，公共秩序一團糟。但今天咱不做淺薄的鍵盤吐槽，拋開刻板印象，咱們順着這場高溫鬧劇往深處挖，看清印度表象之下貧富割裂、社會治理失衡、基建本末倒置的深層困局。順帶聊聊為何硬件基建飛速狂飆，民生根基卻搖搖欲墜。這場尷尬鬧劇背後又藏着哪些可借鑑、可規避的發展教訓？點讚關注 ，Let's go！ 我是白飯大肉大肉，歡迎來到老友記。咱們先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完整捋一遍，杜絕片面碎片化吃瓜。這座翻車出圈的機場全名叫做阿魯里西塔拉馬拉珠國際機場，坐落於印度安德拉邦北部，也是当地盼了幾十年的大型基建工程，整整耗了31個月趕工竣工。印度高層對它寄予厚望，希望依靠這座樞紐機場盤活安德拉邦北部經濟，打通商貿旅遊產業鏈。為了把揭幕典禮辦得聲勢浩大、體面出圈，當地政府可謂盡心盡力，一口氣調度5000輛國營巴士、7000輛私家車往返接送周邊民眾趕來觀禮，組織上萬名婦女學生編排民俗歌舞暖場表演，劃分4大安保區域，規劃數千個專屬停車位，全程重兵值守，就為呈現一場完美的大國基建秀，讓全球看見印度日新月異的建設速度。莫迪登台演講的時候底氣十足地亮出核心數据。2014年他上任之初，印度全境只有74座運營機場，短短10餘年間，數量直接翻倍，突破了166座，支線航空網絡鋪滿國土。未來規劃還要繼續擴張，
朝着350座機場的目標衝刺，立志躋身全球民航第一梯隊。這番發言野心滿滿，台下觀眾歡呼喝彩，一切都朝着預設的高光劇本穩步推進。可偏偏呢，天公不作美。2026年这场席捲整個北半球的超強厄爾尼諾浪潮，成了戳破華麗泡沫的一根細針。今年夏天到底有多熱？放眼全球，堪稱集體考驗。歐洲大陸高溫肆虐，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接連爆發山林野火，2周超額死亡數千人。歐洲空調普及率不足20%，家家戶戶沒有消暑設備，緊急大批量採購中國製造移動空調掛壁機。上半年，中國空調出口歐盟暴漲40%，酷熱之下，歐洲民眾全靠國貨來續命。日本九州地區氣溫接連衝破40度大關。前不久，熊本縣剛遭遇強震，上萬災民被迫在外避難，避難所制冷設備稀缺，一位高齡災民無處避險，蜷縮在車內，最終中暑離世。民眾紛紛指責當地官員救災流於形式，只顧出境作秀，全然不顧災民的酷暑煎熬。就連咱們國內吐魯番氣溫都飆到50度以上，全國大範圍開啟高溫模式。身處熱帶的印度，酷暑更是加倍煎熬。安德拉邦日間氣溫動輒突破45度，熱浪裹挟潮濕空氣，悶熱難耐，堪稱天然蒸籠。高種姓的富人們躲在家中，全屋空調恆溫，冰水冷飲常備。可佔據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百姓，狹窄擁擠的棚戶沒有任何制冷設施，連一台平價電風扇都難以配齊，漫長白日只能硬扛酷熱。說回咱們的盛大機場廣場，開闊通風，源源不斷的景觀活水，自然而然成了方圓數十里最完美的免費消暑勝地。政要們一離開，安保收緊力度下降之後，積攢許久的消暑需求徹底釋放，民眾們湧入噴泉戲水納涼，採摘綠植裝點自家小屋。在他們的眼中這不是需要悉心愛護的國家级公共地標，只是酷暑裡難得的清涼去處，可以順手取用的免費花草。於是才有了全網爆笑的機場澡堂名場面。視頻流傳之後印度本土網友率先吵翻了天，一部分中產高種姓民众滿心難堪，怒斥底層民众毫無公共素養，漠視公共財產，呼籲當局重拳罰款，動用警力管控。另一部分理性網友卻發出靈魂拷問：倘若家家戶戶都有消暑條件，誰願意頂着烈日跑到新建的機場泡腳玩水？根源從來不是個人教養，而是長久積攢的民生失衡問題。看到這兒，讓我想起《道德經》一句話：“倉廩實而知時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古人1000年前就看透了樸素的社會規律，溫飽安穩，生活富足得以保障，民眾才會心生敬畏，恪守公共禮儀。倘若終日要為酷暑溫飽掙扎，空談公共文明、規則素養，終究是空中樓閣。這也是這場鬧劇最值得深思的第一層內核。很多人草草看完視頻，直接定論印度民眾素質低下，這是最淺顯、最片面的看法。一場機場泡澡背後纏繞着3座沉重的大山，種姓遺留帶來的貧富資源割裂，基建重面子輕民生的本末倒置，社會治理硬件的嚴重脫節。咱們逐一拆解，結合易經陰陽平衡之道，細細品讀。根源一千年種姓制稿，社會兩極徹底撕裂，資源分配天差地別。印度早在70多年前獨立的時候，就已經在法律層面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扎根民俗、宗教觀念數千年的階級壁壘，從來沒有真正消散。易經講求一陰一陽之謂道，世間萬物講究均衡調和，陰陽失衡便會亂象叢生。而印度社會長久處於極端陰陽割裂的狀態，社會頂層是婆羅門剎帝利的高種姓群體，壟斷優質教育、高薪工作、城市核心住宅、醫療資源、寬敞別墅、全屋空調、獨立花園是日常標配。高溫天氣足不出戶便能享受清涼。公共景觀、機場這類宏大建築是他們出行商務、度假通勤的場所，自然懂得愛惜維護。社會底層是首陀羅以及達利特賤民的階層，佔據總人口70%以上，世世代代困在貧困循環裡，狹小棚戶擁擠不堪，水電供應時斷時續，社區沒有公共納涼亭、便民飲水點、平民消暑場所，基礎教育普及率堪憂，祖輩代代貧困。正如印度電影《起跑線》裡那句扎心的台詞兒：爺爺窮，爸爸窮，我也窮，
祖孫七代都深陷貧困的泥潭，想要跨越階級難如登天。二者幾乎是兩個完全隔絕的世界。高種姓人規劃修建氣派機場，用來彰顯國家崛起，底層民眾只能將這座冰冷的宏大的建築視作庫署裡唯一可以納涼的公共空間。並非民眾天生不懂規矩，而是長久資源分配失衡，讓他們從未擁有享受安穩生活的權利，自然難以建立起对等的公共財產愛護意識。回望我們華夏文明，自古推崇不患寡而患不均，歷朝歷代但凡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社會便會滋生動盪。治國首要便是調劑貧富，惠普民生。這種道理跨越千年，放到今天依舊適用。光鮮的166座機場屬於上層發展敘事，家家戶戶的消除安居才是普通人最真切的民生剛需。主次一旦顛倒，鬧劇必然接踵而至。根源二，基建瘋狂堆砌數量，重地標政績，輕運維民生，陷入虛盛陷阱。莫迪執政以來，將大規模基建視作拉動經濟、塑造大國形象的核心抓手。航空領域的烏丹支線航空計劃聲勢浩大，目標短時間內鋪滿全國機場，10年時間，機場數量翻倍暴漲。紙面數據格外亮眼，可掀開數据外衣，內裡隱患早已密密麻麻。道德經有言：起者不立，跨者不行。踮起腳尖強行拔高身形，注定無法長久站穩。大步跨越式狂奔趕路，終究難敵穩步前行。一味追求基建擴張速度，忽略配套運維、民生適配，再華麗的硬件體量，終究撐不起長久的發展根基。根源三社會治理軟件滯後，規則普及，基層管控體系未能同步搭建。一座現代化空港從來不止鋼筋水泥、跑道、航站樓那麼簡單，安保疏導、公共規則宣導、日常運維管理、獎懲約束機制缺一不可。這些看不見的軟件治理能力，恰恰是當下印度最缺的部分。長久以來，公共空間無序亂象在印度早已屢見不鮮。長途火車車廂內外掛滿乘客，車頂、車門、台階擠滿趕路的民眾，沒有乘車秩序可言。城市街邊垃圾隨意堆放，公共步道肆意占用，景觀設施隨意摧毀，早已成為常態。並非民眾刻意擾亂秩序，而是基層長期缺少常態化規則普及、溫和引導與合理約束。平日裡缺少公共文明科普，突發事件沒有疏導預案，等到亂象爆發之後只會一味斥責民眾素養低下，治標不治本。高氣溫催生剛需是誘因，治理缺位才是亂象發酵的關鍵。說到這兒，肯定有觀眾想說，這下印度發展徹底不行，全盤都是漏洞。這兒我必須停下來做一次理性的反轉。咱們不能用帶着優越感全盤否定一個國家的發展。每個新興經濟高速崛起的階段，都會遭遇硬件超前、軟件滯後的陣痛，這是發展的必經考驗。回看我們國家幾十年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初期，城市基建快速鋪開，也曾短暫出現過公共規則意識薄弱、公共設施隨意摧毀的階段。而我們依靠穩步普及9年義務教育，完善基層治理，均衡城鄉資源，調劑貧富差距，循序漸進涵養公共文明，一點點補齊軟硬件差距。這是數十年穩紮穩打沉澱出來的成果，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一座耗資40億的現代化國際機場，開幕首日淪為露天澡堂，看着是啼笑皆非的國際笑話。撥開喜劇外殼，內裡是發展失衡的沉重現實。宏大的數字，光鮮的地標，激昂的崛起口號，可以被輕易的打造出來。可安穩的溫飽、均衡的教育、平和的貧富差距、深入人心的公共文明，需要漫長岁月犧牲耕耘。道德經所言，大道至簡，治國發展最樸素的道理，永遠是先安頓普通人的煙火日常，再去追逐大國宏圖。根基穩固向上生長的枝葉才能繁茂不衰。一場盛夏熱浪戳破了光鮮發展的幻象，也給所有高速發展的經濟體敲響了警鐘。基建可以一夜平地而起，民生底蘊、社會治理永遠無法急於求成。我是不愛放大招，點讚關注，下期再見。